有兄弟想看波球的训练视频，那么今天咱们就给他整一个。众所周知，现代泰拳更为规范化、国际化，对于技术的要求也更加标准化，侧重于拳、肘、膝和腿的技术，而摔跤和关节技被严格限制。它更关注于竞技性，而且泰拳比赛在全球非常流行，对于运动员的训练也更加科学化。相对于古泰拳更具有杀伤力的攻击模式，现代泰拳更缓和。当然，从训练的角度来说，引入了更多的体育科学概念，使运动员拳手的训练更具有针对性。大量的训练设备出现，也使泰拳选手身体更加强大。我记得在波球刚出道的时候，明显没有这么强壮，但到了他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他的身体强壮度有明显的提升，这一点从他的肌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强大的肌肉硬度可以使他的抗击打能力更出众。波球的比赛经常能出现他硬扛对手直线腿法并接腿反击的场景，而且他的低扫势大力沉，连续性强，这跟他的训练方式密不可分。他的专项练习经常会出现大量多次的双腿交替横扫，这也是波球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当然，在很多专项技术之外，他还加入了很多的上肢训练。就像很多人在说，拳击运动员可以不练上肢，泰拳运动员可以不练上肢。但是我们看波球的训练，其实他也有很多上肢训练。他们的上肢训练更多不偏重于力量训练，更多偏重于耐力训练，主要是为了增加上肢肌肉的肌肉耐力。当然，对于上肢拉来说，引体向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当然，你不要单纯的认为它只是一个上肢拉的训练，对于核心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个高级的上肢拉训练，就是爬绳。在我所在的自由跤摔跤队，爬绳是一个专项的训练动作，每周运动员至少爬绳3到4次，有条件爬一爬。当然，下肢的训练也必不可少。那么下肢训练就不得不提到下蹲这个项目。不管你如何蹲，都对下肢有非常好的刺激。但是我们注意到，当波球完成下蹲并伸髋的一刻，这个动作对他来说真的是太专项了。波球的髋关节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在他出直线腿法和扫腿的时候，这种速度和力量是一般运动员难以达到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多少沾点天赋。当然，大腿内收肌的训练也必不可少，但是对于波球来说，这个更多的像是一个防伤训练。由于它的骨丝和过程太强大了，在快速出腿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伤到那些不发达的肌肉。所以从查漏补缺的角度来说，大腿内收肌的训练必不可少。就像我们经常带运动员做哥本哈根支撑一样，主要是为了防止膝关节损伤。这个片段是他使用药球的核心训练，非常的简单，可以让大家进行模仿和操作。分别是负重卷腹、负重的俄式转体和等长的收缩。等长收缩里面加了一些小的震颤环节。每个动作完成2组，每组20次，组间间歇90秒。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腹肌循环来完成。这个训练就比较好解释了，用重药球进行这个行进间的下砸，这是一个躯干核心爆发力的训练动作。当然，这个躯干核心爆发力有几个方向，一个是下砸，一个是上抛，还有后抛，还有侧抛，都可以作为核心爆发力训练。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到训练计划里慢慢体会。然后接下来是一个颈部训练，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对于搏击运动员来说，强大的颈部有非常强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降低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被 KO 率。当然，如果对方的拳或脚太重的话，你的脖子再硬也是扛不住的。不过练一练总是没毛病，起码一些试探性的小重拳还是能够接得住的。但是如果你不练的话，你的被 KO 率可能就会大大提升。还是那句话，练总比不练强。然后下面是一些速度和敏捷类的训练。作为一个拳手和搏击运动员，他也要练速度和跑。这就是高老师一直在说的多元化训练。如果一个搏击运动员只盯着搏击训练，不做其他相应的提高训练的话，那么他的搏击水平将很难提高。我们看很多世界顶级的搏击运动员可能都在做着一些很有意思的训练，这些训练内容看似跟他的专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真的可以实打实的提高这些运动员的运动表现。这就需要一个很强的认知上的改变，只有你的主教练在认知上发生了改变，让运动员去做这些相应的训练，那么你的运动员才能在训练后得到非常强的正向的收益。当然，这也跟运动员的认知水平是分不开的。看，这是波球在完成攀岩机的训练，你说这跟搏击有什么半毛钱关系吗？但是这往往就是很多教练所忽略的训练的趣味性。常年枯燥的训练会让运动员产生适应，并且对自己的专项异常烦躁。我们很多的国内运动员在退役以后，我去问他，如果有时间你还想去做这些训练吗？我得到的答案非常统一，如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我会一辈子再也不碰这个训练内容。为什么国内运动员会对于这些自己的专项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而国外运动员在退役以后还能持续的去保持自己的热爱呢？那么我认为这就是训练的趣味化和多元化给运动员带来的最终效果。
如果大家觉得高老师说的不对，欢迎开喷，关注高老师，训练不迷路。